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电影是《橘色奇迹》。高二开学这天，蔡穗收到一封奇怪的信，寄信人声称是10年后的他，并在信中拜托他帮忙改变未来的遗憾。虽然班里真的如信中所说转来一个叫翔的男生，但蔡穗却认为是有人在恶作剧。放学后，红邀请翔一起聚会，蔡穗想起信中提到要他阻止翔参加，蔡穗没有照做。看到翔和大家相处得很愉快，他甚至觉得没有阻止是对的。之后翔请了2周的假，蔡穗再次见到翔时，他想起信里说他会在这一天喜欢上翔，信里拜托蔡穗棒球比赛一定要上场。就在蔡穗犹豫时，翔提醒他脚受伤就不要勉强自己，好友知道他受伤主动替他上场，但蔡穗想起信中说他们会输掉比赛，他改变了主意。虽然第一棒发挥失常，但蔡穗按照信里说的放松心态，他顺利击中，并且最终赢下了比赛。比赛结束后，蔡穗一瘸一拐地往教室走，翔拦住了他。翔提醒蔡穗换掉磨脚的鞋子，但蔡穗解释忍一下就好。その方がいいんだ私。誰も気づかないし。気になる。サッカーやりたいならちゃんと言いなよ。かけるのことちゃんと見てるよ。翔被鼓舞，他和蔡穗约定明年一定会参加足球比赛。蔡穗发现自己喜欢上翔，他终于相信了信是10年后的自己寄来的。而10年后的蔡穗嫁给了红，他们约了高中的好友一起完成10年前和翔的约定。蔡穗读到信里的内容，他才知道10年后翔不在了。大家很好奇翔为什么总是不带便当，翔解释是因为母亲不给他做。大家都在讨论蔡穗做的便当好吃，翔因此拜托蔡穗帮他做一份。蔡穗知道10年后的自己因为没给翔做便当很遗憾，他做了便当带到学校，却因为害羞没有勇气给翔。翔好奇他包上的徽章，蔡穗却害怕便当被发现护住了。翔很尴尬，他离开后，蔡穗却后悔了。他在校门口跟翔道歉，翔提出想和他一起回家。蔡穗很意外，因为信里没有提翔会约他一起回家。在回家路上，蔡穗得知翔的母亲在开学那天去世了，他这才明白信里为什么会让他阻止翔参加聚会。蔡穗很后悔，他不想这样的事再发生，他鼓起勇气叫住翔，说会一直为他做便当。ありがとうな。蔡穗为了不再后悔，决定按信中的要求劝翔加入足球队，但他到学校后被红告知翔已经加入了足球队。在这之后，如信中所述，高年级的学姐跟翔告白了。蔡穗知道翔会在借他的橡皮里留下字条，他按照信里的提示如实写下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他以为可以改变，但翔却接受了学姐的告白。蔡穗因为翔选择了学姐，所以很伤心，同时因为没能改变遗憾而自责。而此时，翔才看到蔡穗在纸条上写着不行。蔡穗怕学姐误会，不再给翔送便当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翔，所以总是躲着他。红和好友们看到他们不开心，劝蔡穗不要再躲着翔。蔡穗主动和翔道歉，翔也把打算和学姐分手的想法告诉了他。蔡穗以为未来已经改变，但在物理课上，他学到了平行时空理论，知道自己只能改变所在的时空，而10年后的平行时空却不会被改变。信中提及和翔看烟花是蔡穗最美的回忆，蔡穗因此主动约翔一起看烟花，但学姐却因为嫉妒故意找他的麻烦。翔在约定的地点等待，但蔡穗却因为太着急出了错，还好好友们及时赶到，蔡穗才得以脱身。翔看到蔡穗很激动，他们虽然没能赶上烟花，但却发现彼此的手牵在了一起。今日は幸せな日。蔡穗和翔渐渐靠近，他主动问翔关于他母亲的事。他知道了翔因为母亲生病而饱受折磨。原来开学那天，翔和母亲约好去医院，但和大家在一起时，他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。翔不想被母亲打扰，他发短信让母亲不要妨碍他，但他没想到母亲会因为这条短信自杀。翔很自责，他觉得如果陪在母亲身边，
母亲就不会自杀了。蔡穗同时也从心里得知，翔因为对母亲感到愧疚，冲向疾驰的货车自杀了。蔡穗想阻止翔自杀，但翔却无法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。他不再去足球队，整个人变得消极起来。在蔡穗不知道该怎么帮助翔时，他得知红也收到了未来的信。红虽然喜欢蔡穗，但为了挽救翔的生命，他一直在努力让他们明白彼此的心意。他鼓励翔加入足球队，劝蔡穗不要躲着翔。在翔说要和蔡穗一起回家时，选择默默离开。红组织大家为翔庆生，每个人都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。红准备了翔曾提过的鲜花，在红的帮助下，翔对蔡穗表明了心意。俺の気持ちは気づいてもいいよ。返事はいらないから。而在10年后，大家也为翔送上了迟到的生日礼物。红将曾经翔想送的花转交给了蔡穗，这时蔡穗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一厢情愿，翔一直喜欢着他。蔡穗和红一直努力帮助翔，他们知道翔会在接力中摔倒，因为输掉比赛而自责。他们劝翔放弃比赛，但翔拒绝了。好友们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让翔放弃比赛，蔡穗将收到信的事告诉了他们。大家虽然将信将疑，但当老师让大家报名参加接力时，在没有人愿意参加的情况下，他们一个个站起来，表示要和翔一起参加比赛。比赛当天，翔虽然受伤，却选择忍耐。大家发现他受伤后，一起帮助他。翔不想再欺骗大家，他把母亲去世的事告訴了他们。重たい時はさ、無理して持た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。俺たちがいるから。一直负重前行的翔很感動，他終於放下了壓在身上的重擔。比賽時，大家都拼盡全力，他們一起和翔約定。約束！ずっと一緒！10年後も！みんなで待ってるよ！翔接過了朋友們傳遞的接力棒，他雖然受了傷，但卻從朋友們的鼓勵中獲得了力量。他一步步趕超對手，勝利在望時，他卻被絆倒了。但翔沒有放棄，他拼盡全力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贏得了比賽。比賽結束後，蔡穗發現翔受傷，他幫翔處理傷口，翔卻在這時偷偷吻了他。離翔會自殺的日子越來越近，按照信中的提示，翔在和蔡穗吵架後去世了。蔡穗一直小心翼翼，但他還是和翔發生了爭吵。他給翔打電話，翔卻沒有接。蔡穗覺得一切努力都白費了，他還是沒能改變翔的命運。翔像往常一樣和蔡穗打招呼。おはよう。今日寒いね。寒いね。心裡提醒蔡穗，這會是翔最後一次和他說話。蔡穗不想像10年後的自己一樣後悔，他叫住翔為吵架的事道歉，並且鼓起勇氣和他告白。かけるのことが好き。なおに嫌われるのが怖い。かけるを嫌いになったりしない。翔將壓抑在心底的痛苦告訴了蔡穗，也將渴望幸福的心願告訴了他。轉眼到了翔會自殺的日子，大家怕翔做傻事，於是約翔聚會。但在赴約前，翔卻看到了母親的遺言。他這才知道，母親原來一直很關心他。母親知道他在東京的學校沒有朋友，為了讓他開心，才會幫他轉學。お母さん、かけるに幸せになってほしい。邪魔しちゃってごめんね。お母さんを許してね。想他母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，翔更加自責了。而在另一邊，大家因為沒有等到翔，他們分頭去找。翔還陷在自責裡，他飛快地騎着單車，但突然他想到了朋友們。與此同時，疾馳的卡車出現了，在千鈞一髮之時，翔跳下了車。他沒有自殺，大家都很激動。他們改變了翔的命運，讓他重拾了希望。雖然平行時空的未來沒有改變，但在這裡，翔卻重獲新生，有了不一樣的未來。想要訂閱的朋友可以點擊右下角的訂閱按鈕，最後別忘了點讚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